borngabja da bakar tarngam zanto shirma do tomba tuje chanla ki shamsar me shinro zeringi shangam sa jawar tuji shinla me larma jingme banzo jala soran de gongje to ban por shinji lo dinni ban shi shi家牟尼佛dinni文殊智慧勇士dinni 传承档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俗此缘起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共同学习如菩萨行论。这次我们宣讲如菩萨行论的原因呢，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概3年前大家共同发愿学习无部大论，那么学习无部大论的过程当中呢。第1年我们学习了戒律，第2年学习了俱舍论，然后现在呢我们学习中观，基本上已经学完了。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学习隐密和显光庄严论。大家也应该知道，所谓的无部大论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每一个寺院，每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视，所以早在3年前，我们也同时发愿，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其他的违愿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共同学习这个无部大论。那么无部大论的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强调要求大家要学习一些修行法门。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知识，如果成了一些理论上的、学术上的、知识方面的话，那我们的相续呢也不一定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即使你对所有的千经万论、所有的一些论著全部精通无碍，但是在自己的相续呢，有时候也很容易与佛法背道而驰。所以呢，我们这个要求呢。大家一起不但要学习一些佛教的非常深深的中观啊、俱舍论啊、移民啊等等这些知识，因为没有这些知识的话呢，光是我们有一些因果法门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些修行的话，那现在的世间人的分别念相当的严重。所以也很难以调伏啊，就很难以调伏。应该要圆满的、完整的学习佛教的非常深深的知识，就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学习有关这个修行法门的。那么今年我们学习隐密的同时呢，也要求大家同时学习如菩萨行论啊，就如菩萨行论学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这样的。第2个原因呢。我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上师这个法王如意宝寂灭盆宗呢，当时他老人家没有圆寂的时候，也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就是宝行人圆满以后呢，准备宣讲如菩萨行论三所海。当时呢，大家也知道，法王在整个大经堂里面，一宣布，就宣讲这部《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四众弟子也是欢喜若狂，包括我本人在内呢，也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欢喜。为什么呢？虽然法王如意宝面前也是得过如菩萨行论的好几次的传承就是其他的讲义啊，还有一些颂文都得过。然后这个三所海的传承呢，在其他上师面前也是我是得过的。但是呢，如果上师如意宝那样的大菩萨宣讲了无祖菩萨吉天论师塑造的这样的殊胜的论点的话呢，那自己的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升起菩提心，就是当时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大家这样的这个心情，因为呢我们大家也清楚，这个无著菩萨在
藏传佛教当中是非常公认的一些，在他的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这样的大德。那么他塑造的任何一个论点，包括我们的这个佛子行37颂啊、如菩萨行人三所海啊，这些论点呢，虽然文字不多啊，就是文字不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法性里素质，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法以后，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呢，一定会是升起这个菩提心，无畏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这是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当中，高僧大德们是公认的，就是历史上也有记载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多次课堂上也讲过，如果圆满的学习这部《如菩萨行人三述海》的功德和它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前面的几个颂文或者是后面的几个颂文，我们以反复的这种这种方式来就念诵的话，那就是自相续当中会升起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当时确实是这个特别的欢喜，就是在上师面前就是得这样一个法门是多生累劫当中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得到，就是一直盼望着。我自己也是在这个最快的速度当中然后翻译了这部如菩萨行人三说海。但后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终身的福报这个钱钵最后呢因这个上师呢在我们凡夫众生面前现世无常而实现圆寂，最后呢我们的这个宣讲如菩萨行人的这个愿望，那就是没有这个实现啊，就是没有实现。当然已经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呢，我也是反反复复的思考过，但是呢，自己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虽然我们这种人的话呢，就法王如意宝的这个1/1000、1/1000，这样的这种功德的这个少分也是不居住的。但是呢，我想从这个上师面前所得过的这些传承啊，也就是说上师呢为尽的一些誓愿的话呢，我们这个后学者也是来给大家传输的话呢，虽然凡夫人呢不能就是当这个不能代替这个圣者，就是这个是我想稍微有明智的人，稍微有一点能够了知取舍的人是都非常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次依靠种种的因缘依靠种种的缘起呢，我们也对这个四众弟子呢准备就是共同学习啊，就是大家共同学习呢这部这个《如菩萨行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当然，这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往上有点就是不相同的。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古老的这个传统的弘法吧，也就是说是以这个讲经说法的这种手段或者方法以外呢，我们这次也是特意的开辟了一些现代的这个科学技术的一些这个传播媒体的一些方法来给大家这个传送。这个原因呢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的大城市里面的人呢，或者是一些不能到达一些寂静寺院里面的有些对佛教很有信心的、非常虔诚的这些人来讲呢，我看可能一辈子当中不一定到学院或者是到寺院里面听说一个完整的这个传承就是这个是可能对他们一辈子来讲是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特意的给大家这个开序就是通过现代的一些不管是一些多媒体也好或者是一些网络电视台就是甚至我们有些这个光盘或者是一些磁带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这个传播。同时呢，也祈请诸佛菩萨加持我们就是在这个现场就是得到的那样的这个传承加持洗涤这样的这种力量呢对每一个人就是获得，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内心当中这个祈祷十方诸佛菩萨就包括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呢虽然我们这个如眼呢就不能这个显见，但是呢应该
就坚信在清净的插图当中呢，以智慧眼呢就是注视着我们，所以呢，我想我们虽然这个身体很低劣，也是在这样的这个娑婆世界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个娑婆世界当中，然而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束缚着，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确实很想所有的这些众生呢获得大乘菩萨、大乘这个菩提的这种种子，如果就不能完全的领悟或者不能完全的解脱的话呢，在他们的阿赖耶上面也是种下解脱的种子，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获得真觉过位，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相似的分别念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这种发心。所以我们这次呢，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就是迫切希望，凡是听闻，不管是你什么样的方式，依靠这个现代的一些各种这个方式来听说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在座的这些道友们只听说如果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因缘具足，没有出现什么违缘的话呢，希望大家应该这个三十善终，最好呢不要这个半途而废，因为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听了，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呢，你就故意放弃了，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你的这个生生世世来讲也是不好的一个缘起。不管是我们听什么法呢，应该就很圆满的完成，就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呢也是这样想，我们这次听书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所有的人呢，没有什么别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最好，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压力的话呢，可能是不行的。有一些有智慧的应该自己的各方面不错的这些人的话呢，最好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大家就是举行一些考试，在这个参加一些考试的话，对你个人来讲，应该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有一种压力。如果实在不能参加考试的有些老年人的话呢，最好是你每天呢就是念一些咒语念一些佛号就是来这个代替对的。如果实在这些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最好是这个法的所有的传承呢，就是圆满的听说。你自己呢，就是看一些讲义看一些其他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注释，来让完全的通达它的这个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这次这个如菩萨行论听书的这个说话器，或者是四宗道友的话呢，就是不什么那个限制很多的比如说有些人呢。说你是那一位上师的这个弟子，不能听我的法，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的。有些人呢，说是你是那一个宗派的，不能听我的法，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的。当然，这个呢也不需要灌顶，因为这是属于现宗法，所以呢，凡是对大乘佛法有信心的，凡是对利他的这种善举呢，就是具有兴趣的这些人的话呢，我想是都可以听。本来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应该说是很圆融的，就是可以包容一切就是不应该呢，就是有一种狭隘主义来，就是自己对自己约束，尽量把自己的这种空间缩小，没有必要的。所以呢，你们不管是哪一个上师的这个弟子哪一个寺院的弟子呢，我觉得是都可以听。也许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对你的相续是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帮助的话呢，我的目的也是这样的。也许呢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呢，我敢保证不会有任何危害就是不像这个现在的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宣传品，就是不会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的心情不会有危害的，就这是绝对的。就这是绝对的。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听书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学什么净土宗禅宗或者是华严宗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各教各派，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都应该是可以听书。为什么
是这样呢，并不是我是特别大方，我才可以开许这样的，以前历史上是没有这样，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如菩萨行论呢，本来都是他的这个说法众生呢，就非常的他的这个范围是相当的广的就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是我们这次呢，应该能不能对这个大乘菩提心，对大乘佛法呢，大家都应该不是口头上，就是在真正的内心当中呢，升起菩提心这方面大家也鼓励大家然后呢自己也是好好的认真的学习如菩萨行论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大概是早在6、7年以前吧在这个时候呢，学院里面也是当时这个传讲过。当时传讲的时候呢，都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所有的四众弟子呢，按照别解脱戒出离心方面呢，应该花满轮就是好好的学习。然后关于菩提心、大乘佛法方面的所有的教言呢，归纳在如菩萨行论当中。因此呢，一定要学习如菩萨行论。然后有关密宗方面的话呢，那么这个学习其他的无光存在的教言，也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窍诀有这样的窍诀。所以说呢，我想这次我们呢宣讲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话呢，大家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接受。就是这种方式来接受。当然，接受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在座的一些道友的话呢，大家都平时的我们听述佛法和传讲佛法的方式的话呢，应该是非常圆满的。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在这个网络面前呢，或者是你在这个电视面前呢，以这种方式来听说的话呢，希望你们呢也应该搞清楚。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话呢，有利有弊就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现在的我们的很多的科学仪器呢，一方面来讲对现在的这个做许多事情呢，就是有利于有帮助就是有便利很好。但是从反方面来讲呢，就是也有散乱的因，也有一些不健康的很多的事情呢，就是会带来的。所以呢，我想只要有教养的人，有一定智慧的人呢，一般来讲，实践当中也是对现在实践的一些科学仪器的一些自相续当中有反作用力的这些书或者是这些这个手段呢，就是不太这个用。所以呢，更不用说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和真正的一些名副其实的修行人。所以以后所有的这些科学仪器呢，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要再三的思维。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了，所谓的方便呢，有智慧人来讲是应该是解脱的因；所谓的方便呢，无智慧人来讲是它是束缚的因就是它是束缚的因。我想佛陀也是应该告诉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各种这个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就针对有些人来讲呢，比如说简单的一些比喻来说明的话呢，现在看电视看电视的话呢，有些人来讲在这个通过这个电视通过这样的方便呢。就看任何一个上师的传讲佛法通过这个佛法的这个新闻呢，就是传达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这方面对很多人的精神来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每天都沉溺在这样的一种迷乱的现象当中看起来也非常可怜的，听起来也是非常遗憾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你要使用这些科学仪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以自己的真知正念来摄持自己的相续，然后再开始运用。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刚开始的时候依靠这个仪器来想学习佛法或者是弘扬佛法，但结果的话呢，自己已经沉在这个深渊当中了就是自己已经最后无力自拔，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在这个运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详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相续，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里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讲如菩萨信论的这部论点。首先我给大家也说一下这个如菩萨信论这部论点呢，就是在印度、在藏地、在汉地的话呢，如何这个信生的就是高僧大德们呢就是对这部论点是怎么样对待就这个问题简单的告诉大家。首先，在印度来讲呢，这个根据堪布根霍尔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注释里面说，印度呢，应该有《如菩萨行论》的注释大概有108本就是108个注释。所以，我们也可以顾名思义，完全知道印度当年高僧大德们呢对《如菩萨行论》是什么样的重视。大家应该清楚，我们汉传佛教当中。对这个《金刚经》呢，相当的重视。但是《金刚经》的注释呢，到目前为止也是多少本通过网络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并不是说是我们学院里面的人我们学院里面的人呢，就是除了一些发心的人，任何人以后不能用，就是这是佛学院的这个纪律。因为这个呢，有些初学者来讲的话呢，就是不会有好处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听经，这个文法呢就是非常方便，所以没有必要。在一些别的人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呢，就是有多少个注释。汉传佛教当中呢，自古以来对《金刚经》是如实的重视，但是没有108个这个注释讲记这个大家也清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可以看得出来，印度有100多个这个注释的话呢。那么印度当年的这个规矩也是这样的，一般的论点呢，就是不会公开出版的，因为所有的高僧大德们大家共同商量审核，然后觉得是这个论点是非常好的话，才可以这个有版权的，可以出版的。所以，在印度来讲呢，就是对这个如菩萨行论是非常的重视。当然，我们翻成这个藏语的，呢，有大概是有8本就是有8本，就是有些论师呢也认为是有10个版本。其中比较出名的，比如说慧远人士的著述还有这个那波尊者，是有些里面说这黑论师就是还有是山田论师就是山田论师、金珠论师等等，就是中共还有里面呢有一些没有这个作者的名字的就是没有这个作者的名字呢，也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三素函里面呢。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印度的几位论师的校正呢，都已经用了，比如说普密论师还有一些这个贤德巴等等，就是有大概是有现在我们大藏论著里面呢，就是大概有2函里面都是印度的这些论师，有100多本当中的话呢，就只有大概是8、9本呢，就是已经翻成那个藏语了。就翻成藏语了。那么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是什么样呢？藏传佛教当中你们也应该清楚，不管是格鲁派或者是该居派，或者是萨迦派，以及我们这个尼玛派等等，每一个寺院当中就是所有的寺院全部认可的、全部必须要学习的一部论点呢，就是如菩萨行论如菩萨行论。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是说过，比如说格鲁派的话呢，那么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加测戒的就是加测戒的著述来这个学习。该居派的话呢那么主要是以华我祖老长就是有这么一个论述，这个讲义特别广特别广。然后那个萨迦派的话呢，就是萨迦五祖里面的萨迦四郎在摩就是萨迦四郎在摩他的这个著述里面著述来宣讲的。然后我们这个尼玛派的话呢，以前华智仁波切还没有这个出世之前的话呢，主要是用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善受害无诸菩萨所造的这个论点这个学习。华智仁波切出世以后的话呢，尼玛巴的有些寺院当中呢，也有堪布根霍尔的这个著述，还有根桑丘扎的这种著述，等等。总共呢，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现在比较出名的，大家完全能了解的呢，就是大概有20多个讲义
20多个讲义。尤其是噶当派的话呢，那么噶当路论里面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必须要学习的噶当路论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不管是大藏经还是论著，比如说大藏经有103函，论著的话呢有250多函，这么多的千经万论，还有在藏地高僧大德自己所造的，比如说藏地每一个教派当中，一个高僧大德造的，有些是有100多本的，也有些50多本的，有些40多本的，有些30多本的。这么多的论点当中呢，所有的宗派都公认的，所有的宗派呢，在寺院当中这么千经万论当中，就是必须要学习的如菩萨行论。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呢也应该好好的思维一下。到底在这个如菩萨行论我们这个佛学上面，也就是说是它的地位是什么样，它的影响是什么样，它的价值是什么样？藏地和印度这么多的高僧大德们呢，并不是没有论点的，并不是没有经典的，所有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是有没有这么一个经典大家都必须学习的。所有的论点当中呢，有没有这么一个论点呢？大家都是必须学习的。而且大家也清楚，我们藏传佛教的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高僧大德们，他们在这个撰写大乘论点的时候呢，几乎都要应用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校正。如菩萨行论里面的大概是3%左右呢，就是菩提道次第论当中也是应用过。然后如菩萨行论的相当一部分呢，我们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彻书里面也用过，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当中也用过，还有噶举派、噶当派等等觉囊派所有的高僧大德，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写任何一个著述的时候呢，全部是引用如菩萨行论的这个校正。藏传佛教大德们并不是找不到其他的书，不是这个，可以就是找到什么样的书都可以，因为藏地的佛教是应该说相对而言呢，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藏地这样的这个佛教兴盛的这样的这个文物宝库的地方呢，几乎都没有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呢，大家不要认为是这部论点都是可能哪里都听得到，这样的论点都是好像什么宗派当中是有的，可能会这样想，但这种想法呢，完全是错的。而且如菩萨行呢，还有听说是有一个贝若赞呢，我们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弟子贝若赞呢，就是他有一个著述，前一段时间在拉萨那个这个文物馆里面，但是呢，因为这个特别的古老，就是时间就是太长了，这样以后的话呢，好像里面很多的这种字呢，就是就粘在一起了，就是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这个公开。他们发现了以后的话呢，现在也请了一些西方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技术人员，就是现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想把它这个恢复，但是能不能恢复呢？就是可能很困难的。所以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们呢，也是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关注。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对智慧还是很关注的；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对这个吃的啊、穿的啊，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这个住处啊这些方面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有智慧的人来讲，是对自己的吃的、住的这些呢，就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关心。所以我想呢，这次我们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机会呢，应该大家也不要这个就是错过。我并不是说是要宣传，就是自吹自擂，说是我讲的如何如何。我们藏传佛教，当然你们一个人没有听的话，那对我来讲是无利无害的；有多少个人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什么的。但是呢，对每个人来讲是应该知道是哪些是真正的如意宝，哪些论点是相似的如意宝，就是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真知正量的人呢，就是会取舍的。就这以上呢，我想简单的讲在藏地对这个如菩萨行论是怎么样的这个弘扬的情况呢，就是也给大家讲了。那么我们这个在汉传佛教当中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应该说是本来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呢，也佛教这个特别的这个兴起，但是呢，就是如菩萨行呢，好像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译成这个汉语。后来在宋朝的时候
就是后来这个宋朝的时候呢，大概是应该这个雍熙2年的时候吧，就是公元就是985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田熙载这个医师就是他已经翻译过就是他已经翻译了，他当时翻译成呢就是叫做是菩提心经菩提心经。但这个菩提心经呢，可以说从这个宋朝这个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到就是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这个现在呢，可以说一方面这部论点呢就是比较难懂就是语言呢就是显舍难懂，还有一些词句呢是应该配音的，就是相当好的，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弘扬开来，就是这么多年了就是将近1000多年了。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没有弘扬开呢。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因为当时他翻译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精密当时田熙载这个医师的话呢，本来是他是我们现在这个肯塞米尔就是肯塞米尔那里的人当时有还有这个石虎法田就是他们就是3大医师吧，就是当时在这个汉地也算是这个佛教比较兴盛，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专门就是建立了一些医场就是建立了翻译的这个印记院就印记院，然后他们从印度的一些翻本呢，就是拉到这个中国，拉到中国以后呢，就开始这个进行翻译。进行翻译的时候，里面什么有注译双文还有这个简译等等，就是大概是有8、9个不同的这种场合比如说注译呢，就是主要负责就是梵文本是怎么样讲的，然后简译的话呢，就是监督就是这些文字，有些呢就是文字上的润色，有些呢就是意义上的就是校对等等，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当时的译场是非常是不错的。但因为可能这个众生的一些因缘福德就是也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一直在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弘扬开来。后来呢，那么就是这几年以来呢，我以前也是讲过，这个比如说加持界的这个注释呢，这个龙岩法师就是他已经这个翻译了，然后台湾的这个如是法师呢，也是到印度去求学如菩萨行论的传承，后来呢，就是经过很长时间。就是很认真的翻译了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宋词和同时呢也撰写了一些如菩萨行论的前世还有如菩萨行论与学集论和经济论之间的一些关系探索这方面也是写了很多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应该说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呢，就个别的一些寺院和个别的一些修习人呢，就是开始有学习如菩萨行论的。那么我觉得呢。从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汉传佛教学习如菩萨行论还不足够，一定要以后呢应该希望就各大这个寺院里面也好，或者居士团体或者佛教的一些宗系居士里呢，这些呢应该主动的学习如菩萨行论。为什么要学习如菩萨行论呢？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印度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当中，如菩萨行论是怎么样的重视？藏传佛教当中是犹如梵行般的这么多的无数的高僧大德也是对如菩萨行论如是的重视。我想汉传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或者是真正虔诚的佛教徒呢也应该这个值得重视。有些可能孤陋寡闻的人呢，会想，这个如菩萨行论是藏传佛教的，我才不学呢，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这个是可能你自己的这种这个浓厚的执着所遮蔽了自己的慧眼而已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个如菩萨行呢，并不是藏传佛教的你藏传佛教的所有的佛法不愿意接受的话呢，那么印度传来的佛教你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呢，那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全部都不要接受了。如果愿意的话呢，那么有些这么好的这个论点呢，为什么不学习？所以我想呢，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劝发大家一定要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寺院当中，各大佛学院这些呢，应该好好的学习如菩萨行论。为什么呢？因为如菩萨行论那么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大乘经典和大乘论点的内容呢，全部以非常这个简单的文字来已经这个表述。所以学习了这部如菩萨行论以后的话呢，应该说是很多修行人的
性格啊，他的这个相续呢，完全都已经有一种跳伏的现象啊。就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这个很多修行人呢，也是通过学习以后完全知道，藏传佛教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哎，这个人呢，好像对这个利他的心不足。他的这个行为呢，并不是很跳入，应该要学习如菩萨行论啊，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我想以后呢当然我这样的这个小小的人呢，就是祈祷这个所有的十方僧众啊，这也是可能是就是不太这个合理的。但不管怎么样，我内心当中呢，很想现代的人也好，后代的人也好，应该合掌齐敬所有的以汉传佛教为主的十方高僧大德和一些具有这个能力的虔诚佛教徒呢，在自己学习的时候呢，应该把如菩萨行论作为自己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个这些这个发耀。然后劝别人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学习如菩萨行论啊。以前我们上师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也是讲过，我们学院当中呢，每年都是应该要讲一个如菩萨行论啊，就是应该也这样提倡过。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不要认为是好像以前听过，或者是我看看讲义就可以啊。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呢，我想是在印度的这么多的班智达呢，就是为什么要写100多个注释？你们也可以想一想。我前2天听到有些人说是我以前看过讲义，不听也是可以的。听到这个话以后呢，绝对是有些人的这种真正的愚痴呢，就是暴露无遗了。为什么呢？因为藏传佛教这么多这个高僧大德们呢，就是要学习如菩萨行论，研讨如菩萨行论，而且呢，这个做了这么多的这个著述，印度也是这么多的高僧大德们呢，做了这么多的这个论点。所以，如果如菩萨行论是特别简单的话呢，那这些高僧大德难道没有事情做的吗？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呢，应该不要把自己这个内心当中的一些愚痴呢，就是全部现在外面，让众生面前，让很多人面前、观众面前呢，就是表演，就是这样也不一定非常精彩。所以，我今天呢，主要首先呢，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原因呢，给大家应该讲一下。我自己认为呢，这个如菩萨行论呢，就是不是一般的论点，虽然它是显宗的，但是显宗的这个菩提心，我们的相续当中没有生起来的话呢，你每天都是生世你记得念佛，然后每天都是专心致志的做禅。每天的事就是做什么这个弘法利生啊，或者是搞什么慈善济革啊等等。但是真正的菩提心呢，你的相续当中升起没有？如果全部都为了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就是围绕一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心而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当然是这也是一个功德。但是能不能成为它是解脱的因啊？就这个，我想是每一个人应该是在场的观察自己的相续。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没有把握能成为解脱的因的话呢，那为什么要不学习这样好的论点啊？就这个大家应该要关心。那么下面呢，我想这个《如菩萨行论》的作者就是吉天菩萨的这个事迹呢，就是本来以前也是讲过就是有7个稀有的这种传记，但是我想呢，给大家也是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每天呢，就是有时候空的时候或者方便的时候呢，这个稍微广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菩萨行论作者的这个吉天论师的一些事迹就是他的一些事迹。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作者就是升起这个无伪的信心；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些圣者们真正起信心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我想是也很容易这个升得起来。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如菩萨行论作者的吉天论师这个吉天论师呢，他具体讲述的一些连带就是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辩论的。本来这个吉天论师的这个事迹呢，在不动大师所造的不动佛教史里面也有，然后觉能大让呢他所造的印度佛教史当中呢，也有一部分，还有一些现代人有些写的佛教这个思想概论等等，就是这些有关论点当中呢，也有一些记载，但是很多论点里面说的有些年代呢，就是稍微有一些出入，
有一本书叫做《与西藏有缘》，这本书里面呢，写的是吉田伦师是公元687年是降生的，然后763年呢，就圆寂的，当时是这样讲的。还有一位博士，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的，是吉田伦师呢，降生的时候，就公元650年，然后圆寂的时候呢，650年啊，就是然后圆寂的时候是750年吧，就是这样讲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吉田伦师可能住世有100年啊，就是100年。但不管怎么样呢，确实是他是有些人是认为是这个7世纪中旬的时候，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8世纪中旬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应该是就是出世啊，就是出世，所以呢，我们像这个关于这个吉田伦师的一些介绍的话呢，按照有关这个书籍里面或者是一些历史里面呢，了解也可以的。当然，如果这些年代就这些历史不清楚，也是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和学习的话呢，应该结合起来。就唯一的就是探索整天的往外边看，这也我觉得不太好。然后唯一的这个修行为主，什么这个理论的也不管，这样也不太好。比如说一本书的作者，他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这个身份成就这些一点都不了解的话呢，我个人的话，好像对这本书他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就是甚不起信心。是甚不起信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首先也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吉田伦师的稀有的这个功德当中呢，就是稀有的这种稀有的7大传记当中呢，我像是第一个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吉田伦师呢，他这个降生于一个叫做是山开国王，就是他的这个太子。那么后来呢，就是人们呢，就是给他取名为是这个吉奎家就是吉奎家。他从小的时候跟其他人完全是不相同的，因为很多论点里面说他这个前世的时候呢，应该是修行这个空性修行这个大乘佛法。这样的原因呢，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对这个佛法呢，就对三宝呢，就是有非常虔诚的信心。就是非常这个虔诚的信心，而且他经常就是供养这个十方三宝还有婆罗门比丘等等等。然后呢，他的相续当中应该有这个随解脱分的这种善根就是平时的对这个出世间的解脱法门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信心。不仅是这样的，而且他对世间的有些，比如说他因为降生在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人，但是他身边的一些大臣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话呢，他就非常的以这个慈悲心来就是对待的。尤其是他看见一些可怜的一些病人有一些这个贫穷的人一些可怜的一些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升起强烈的悲心呢，经常呢救护他们，就是帮助他们。然后大概是在他6、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按照印度的传统，然后学习一些工巧明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技术就全部都就了入这个智障。后来呢，当时这个国王也是非常的欢喜，所有的大臣们呢也是觉得是就是特别高兴。后来这个他就年龄就是稍微这个成长以后呢，就准备就是继承王位。就是当时按照印度的这个传统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就是冠冕这个典礼就举行一些这样的，就是应该说是书权王冠顶，就是有这样的。他们刚好这样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当天晚上，就是这个吉田伦师呢，就是当时叫做是吉奎家，他呢就是做了一个梦，他这个梦中呢。他原来这个国王给他安排的这个宝座上呢，就是文殊菩萨就是现在里面，现在这个宝座上，然后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他说我就是文殊菩萨，是你的上师，善男子，你一定要这个记住，你和我呢不应该在一个宝座上
就是不应该一个报作僧。当时呢，他就得出了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这个金刚语。之后呢，有些书里面呢，写的是度母，印度佛教史里面说的是度母，还有一些其他的如菩萨行论的一个讲义叫做是萨僧，就是他老人家所写的注释当中呢，说是金刚瑜伽母，不管是度母也好，金刚瑜伽母呢，就是给这个刚才吉田菩萨呢，就是开始这个用那个温水啊，就是用开水，有些说是开水，有些说是温水，可能是温水吧。开水如果沐浴的话呢，就是可能特别。有这个温水呢，就是给他这个灌顶沐浴，沐浴的时候他就身上特别烫就是特别烫，因为那个水呢是特别烫，就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难忍。那个时候就瑜伽母呢就是告诉他你现在的这个呢就是不是很难忍的，但你明天真的是这个继承王位，然后获得了这个完全灌顶的话呢，这个水呢就是来世的时候呢就是成为这个地狱的水，那么这个水是比这个还难忍的，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忍受？然后他说，如果你想到真的这样的话，最好是不要这个继承王位，你自己呢应该看破所有的这个世间法，舍弃王位，你到这个东方的一个叫做是贝嘎地方就是你到这个贝嘎地方去。如果你到贝嘎地方的话，那就是能面见文殊菩萨就是他当时得这个书记。然后他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一直这个前手后想，一直想了以后呢，他觉得是我如果继承王位的话，那恐怕是不行的。然后他马上骑着一个骏马，然后往那个东方跑了当时那个也是他这种离开王宫的这个过程呢，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当时离开这个金饭王的这个王宫一样，这个情节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他到了这个东方贝嘎达地方呢有些历史书上面说的是21天当中他不吃不喝的前往东方，有一些书里面呢写的不是很清楚，说是很多天呢。不管怎么样，他到了哪里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贝嘎地方的一个森林当中，然后到了那个森林当中的话呢，恰好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美女遇到一位美女，然后他说，他就从那个马上面下来以后呢，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那个带这匹马带这匹马稍微带一下，我看见一个泉水，我要喝一点水，不是很长时间呢我没有喝没有吃。然后当时那个美女呢，她拉着那个带着那个马，看着他，然后他准备要喝水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这个水呢，最好不要喝，这就是世间的水。你如果真的要渴的话，那用这个甘露。当时他手上拉着一些甘露，他喝了甘露以后的话，那身体的原来的这个疲劳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恢复以后的话呢，他就问这个女人，他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呢在这个北大地方的森林里面来的。那么这个森林当中的话呢，具有这个各种圆满功德的这个上师。那么我的这个上师呢，经常入于文殊金刚定文殊金刚定。当时这个他听到这个上师的这种名词以后的话呢，好像是一个贫穷的人获得了如意宝那样的，心里呢叔叔的欢喜。他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我到那里去拜见这位上师。然后那个女人呢也答应了，带他哪里去呢？到哪里去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威严的，好像那个这个须弥山呢，有这个10万个这种太阳呢，照射这个须弥山那样相当威严的，而且呢，整个僧客也是极为调柔寂静的，这样的一位大德，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呢，住在那里。然后他见了以后的话，就升起极大的信心。然后他自己刚才不是骑着一匹马吗？骑着一匹马和所有的这个身上的装饰品呢，全部都供养这位上师，然后祈求呢摄受。这位上师呢也摄受了他，而且呢给他传授了文殊金刚等次。文殊金刚等次以后呢，他在这位上师身边已经精修了12年
12年的时间。后来呢，就面见文殊菩萨，而获得这个就是殊胜的成就啊，就获得殊胜的成就。所以呢，我们这个吉田论师呢，我想今天呢大概介绍到这里吧。然后明天呢，就是继续我们一边讲宋词，一边呢给大家也顺便就是讲一下我们吉田论师啊或者无著菩萨的这个生平。然后同时呢，我们这次好好的要学习入菩萨行论。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精进。我们在将近20年的这种教学经验呢，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精进。我觉得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太精进也不要紧，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一定要精进。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报名的人也多啊，学习的人也多啊，每天都是不吃不喝的，就是对佛法很有信心的。但真正的这种精进呢，应该初中后3个这个阶段呢都要精进，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rub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